关注大度，也白富。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。我在出差或者是旅行的时候，都会带上我的这台14寸的 MacBook Pro， 但是，这台搭载了英特尔的全新18A 制成的 Panther Lake 笔记本，用了1个星期了。提前总结一下，就无论是从性能还是从续航的角度出发，这个处理器就是我接触硬件这么些年以来最不讲武德的一次升级。用下来以后，感觉好像苹果的优势就只有这个。我手里的这台机器是华硕的0114双屏2026，参数我打在旁边了。它搭载了 Panther Lake 家族最顶的型号 Ultra X9 388H， 规格为 4P8E 4LPE， 16核心16线程，全新的 Xe3 架构的 B390 核显有12个 Xe，NPU5 有50 TOPS 算力，整机 AI 算力180 TOPS， 内存32G LPDDR5 9600的频率，1 TB 的 PCIe 4.0， 具体的价格还没出，你们觉得它该卖多少钱？先测试一下性能，我把它开到性能模式，室温25度左右。R23测试单核2193分，多核20307分。这个和测试过的各种核显机器打得有来有回，但在不插电的时候再测，居然没有掉性能。我把 R24也加入了 CPU 测试，会更贴合现代机器的真实表现。单核131分，多核1202分。不插电单核依旧是131分，多核1135分，几乎没有衰减。可以说现在 X86也终于有隔壁那种不插电也不影响性能的使用体验了。我把一些类似定位的机器的成绩贴在了图里，大家可以暂停查阅。测完 CPU 以后，感觉好像提升就这，但当我测完它的显卡的时候，我人都傻了。很明显，核显之中出现了内鬼。Ultra X9 388H 的这个 B390 核显，在 TimeSpy 得到了7192分的惊人成绩。惊人的原因是它甚至能和4050独显摆摆手腕了，你敢信吗？和 CPU 测试一样，离电再跑一遍显卡，成绩依旧没有衰减。我已经在幻想今年的英特尔的掌机有多猛了。游戏啊，我在测试核显本子的时候，一直都用的是 1080p 低画质去测试。为了有个很好的对照之前的机器，所以说今天我们也采用了同样的测试标准。这个玩意儿在 CS2 里面居然干到了快300帧了哦，不插电也有290帧。赛博朋克2077不开 XeSS 得到了86帧，开了 XeSS 刚好100帧，再开 XeSS 真生成169帧，而开了这次全新的 XeSS3 4倍真生成后，跑出了丧心病狂的262帧，离电的时候还可以跑232帧哦，这个成绩我都要哭了。这台机器的核显表现完全颠覆了我传统印象中这种50瓦的轻薄本该有的水平。我在测完游戏的时候，不开玩笑，我真的懵了一下，我脑子里面不停的搜索，到底什么样的轻薄本啊，还有之前用的游戏本能够和这样的本子去对位，更何况离电状态也能几乎满血运行游戏，配个大电池不插电玩2-3小时，这个游戏本可真的比不了啊！除了传统性能外，这颗 U 的核显提供了120 TOPS 的算力， NPU 则有50 TOPS， 总算力达到了180 TOPS。 我也破例跑了一下 AI， 成绩大家自行参考吧。值得一说的是，核显本子可以把内存共享给显存，这台机器最大可以分配28G 给显存，而且它是动态调用的，不用的时候不会占用系统的内存，这让它不只是能够满足高分辨率的高特效游戏，也能够跑更大的本地模型。性能我最后想聊的就是我这个臭剪视频的人最关心的，就是英特尔又提升了他们的XE媒体引擎的编解码范围，而且非常巧的是，我是个索尼用户，这次他们也支持了全系的索尼 AVC 的拍摄格式，笑拉了，真的。用它剪辑索尼 ZV-E 拍摄的 4K 60帧的评测视频工程文件，全程都是丝滑预览。加上这台机器这样子双屏剪辑的时候，我可以把预览框很大的放在右上角，然后时间线完整的放在下屏幕，这样子就不用去频繁的调整窗口，还有拖动啊啥的。但凡你是用笔记本电脑屏幕剪辑的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有多爽。第二个部分我想聊一下的就是续航了。一般我之前的视频都喜欢把续航放在片尾去讲，游戏本甚至就不讲了。而我也正是因为续航的这个原因啊，从 Windows 转投 Mac 的阵营。但是这一切
都会是过去式了。我实际的日常使用场景，亮度35%，开蓝牙 WiFi，同时用这2个屏幕码字看视频，上网的低负载下，它能够坚持11个小时33分钟，断档领先所有我测过的 Windows 笔记本。苹果包揽了5-6年的续航比赛，终于在今天有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甚至如果我只用单屏去跑测试的话，还可以再多2-3个小时。但这次我是一边在海南旅游，一边测试，时间比较赶，就没有再测单屏续航了。再加上双屏模式写稿真的太香了，已经完全忘记它还可以单屏使用了，大家见谅。这种双屏的心态，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实际的去使用了。那它体验起来奇怪吗？我以前对双屏电脑的态度一直都是美丽的小废物，但这周我各种姿势都用了一遍过后，我承认我回不去了。现在再让我去看这个单屏的 MacBook， 怎么那么小？不开玩笑，已经在查 MacBook 还可以卖多少钱了。0114双屏的屏幕是全玻璃覆盖的，质感很好，而且左右边框都窄得过分，下边框也很窄，而且铰链的尺寸缩得很极限，所以它在单屏模式下对比同屏幕尺寸的 MacBook Pro 机身是小了一截的，导致这台机器在我手里面用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把它换试成13寸的机器。而它的这2块屏幕素质也是能给到顶的都给了，各个维度都基本拉满，还可以触摸，并且这么高素质的屏幕它有2块。我前2天尝试只用虚拟键盘来办公写稿，一开始有点像在做附件的感觉，但是华硕给虚拟键盘设计了震动和清脆的声音来增强确认感，我不到1个小时就能够适应了。唯一的 bug 就是在安装软件弹窗确认的时候，虚拟键盘会消失掉，只能凭肌肉记忆找到键鼠的位置去点确认。另外就是强烈建议华硕出厂就可以给这台机器贴个膜吧，因为这个虚拟键盘用久了以后，确实指纹还是很明显的，而且呢贴个膜也可以保护一下。而这块自带的物理键盘，无论是它按起来的手感呀、键程、回弹以及声音，都和我长期使用过的幻14 Air 一模一样，给个 T0级真的不过分。触摸板的面积和 MacBook 是差不多的，尺寸非常大，磨砂玻璃的材质覆盖啊，摸起来真的是很丝滑顺畅的，而且按压的声音异常的扎实，回弹也保持了 T0的水准，并且它还有左右侧上下滑动调节亮度和声音，以及顶部左右滑动调节进度条的快捷手势设计，细节是做得很到位的。华硕在键鼠的体验上面真的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。这块键盘重量330多克，然后机器是1.35千克，背在包里面不算重，即使是柔弱的女生背起来也毫不费劲。只用它的虚拟键盘，然后再配一个这种50-60克的轻量化鼠标，也能够完成像剪辑视频这样子的复杂的工作任务。我用机的这段时间还有2个意外的发现，因为它的主板是在下屏幕的内部，所以说就算键盘不小心在使用的时候进水了没关系，你最多就换一个键盘就可以，不可能像以前的电脑整个主板都要换掉。还有就是它的热源，因为是在屏幕的后面，所以说当它传递到键盘以及键帽上面来的时候，已经几乎感知不到了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凉快。把它取下来使用的话，当然会更加的优雅，而且还彻底解决了笔记本电脑的 C 面太高了会割手的问题。而最后让我想把 Mac 换成它的一个点，就是音质。因为自从我习惯用了 MacBook 以后，我个人觉得对音质还是比较挑剔的。但是这台0114双屏2026，它也是和 MacBook 一样的6个扬声器的配置，而且声音听着很细腻，多的我不说了，对比一下吧。你们觉得01好的扣1， Mac 好的扣2吧。最后总结我选 MacBook 当了1年的主力机，并不是因为它的性能或者是这个 logo， 而是它的质感、音质，然后续航还有发热控制非常好，这种叠加在一起让这个体验螺旋上升，最后让我含泪放弃了 Windows。But 今天这颗 Ultra X 938H
彻底的终结了续航的比赛。绝对的性能应对我的 4K 60P 视频剪辑也够了。这颗12XE 的 B390核显也能够让我这个中轻度游戏党闲暇时候爽玩高刷高画质的3A 大作，并且离电不用操心性能有衰减，这个是以前的 X86 笔记本完全做不到的。可以说这一代 Panther Lake 真正的做到了全能。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华硕让灵耀14双屏2026的模具足够的精致有调性，键鼠用着很顺手，扬声器也可以对打 Mac。我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就是如果 MacBook 今年不换模具的话，那被这种 Windows 的高质感轻薄本抢掉市场是迟早的事情。而且这个玩意儿还能打游戏，反正我是真的回不去了，因为2块屏幕干活真的太爽了。OK， 今年是我认为像这种轻薄本的一个大年，那么我也会在后面继续分享更多我觉得有意思的机器，而这台机器肯定也会当做我的主力机，后续关于它的一些深度体验的内容，我也会在这个账号和大家继续分享。如果你想看更多好玩的消息、记得看书版视频的话，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，一夜暴富。